画恨天高，挑染短发水蛇腰，郎朗没得过的格莱美，他是中国第一人。王羽佳到底有多牛？亲妈是舞蹈家，亲爹是打击乐手，按理说这是老天爷赏饭吃，但小王羽佳偏偏是个反骨仔。他自己承认小时候选钢琴根本不是因为爱，纯粹是因为懒。他说自己缺乏自律，看来看去只有弹钢琴是能坐着的，不累。结果刚没学多久就被现实狠狠打了一巴掌。启蒙老师摸着他的小手叹了口气说，这手太软了，是棉花手，不是弹琴的料。这就好比告诉一个练短跑的，你天生腿短，别跑了。换个玻璃心的孩子估计早就哭着回家找妈妈了。但王羽佳偏不，没天赋那就练到有为止。从那以后，这个被判了死刑的小姑娘开启了疯狂模式。4岁正式学琴，6岁就能登台。到了8岁，别的孩子还在跟拜厄斯科的时候，他已经拿下了钢琴业余10级，甚至连那本考级教材里的示范录音都是他亲自弹的。9岁那年，他弹德彪西的阿拉伯风歌曲，那股子老练的大师气度，直接把大人们都看傻了。当同龄人因为手太小够不着8度而放弃时，他的演奏已经被收录进了示范教材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老天爷不赏饭吃，我就自己把锅端了。12岁，他一个人杀到了加拿大，成了卡尔加里皇家山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学生。15岁，他就被那个培养出朗朗的传奇大师加里格雷夫曼一眼相中，直接收入门下。也就是从这时候起，噩梦般的标签来了，女版朗朗。在这个圈子里，当你和另一个天才师出同门，人们总习惯把你当成那个人的影子。但王羽佳是什么人？他听到这个称呼，直接翻了个白眼，笑着怼了回去。根本不同，我是男版王羽佳，从来不是谁的替身。这句话说的太狂了，但也太王羽佳了。在这个只要露点肉就被视为不庄重的圈子里，王羽佳简直就是个行走的活靶子。看着那些传统的钢琴家，哪个不是一袭黑色长礼服，恨不得把自己裹成修女？但王羽佳偏不，红色深 V， 亮片露背，开叉直到大腿根。每次他一出场，底下的观众都要倒吸一口凉气，那眼神一半是看戏，一半是质疑，穿成这样能弹出个什么正经玩意儿？华盛顿邮报那个毒舌乐评人曾经酸溜溜的写道，王羽佳的裙子极不合时宜，简直是拉低了古典音乐的档次。在这些老白男眼里，女钢琴家就该是优雅的、内敛的，最好是毫无攻击性的花瓶。结果呢，王羽佳坐定，深吸一口气，抬手落下，那一瞬间质疑声全都被轰成了渣。听过王羽佳现场的人都有一种感觉，恐惧。是的，不是感动，是恐惧。那个瘦小的身躯里仿佛住着一头被囚禁了1000年的野兽。当他的手指触碰到琴键，那根本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进行一场力量与速度的搏杀。有人说他是机械臂，说他是人形打字机，甚至有观众吐槽，我闭着眼弹都不敢弹这么快。野蜂飞舞被他弹出了直升机起飞的即视感，那速度快到视频画面都出现了残影。但如果你以为他只有快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真正的神迹发生在2023年的纽约，那是一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自杀式演出。王羽佳要在卡内基音乐厅用一场音乐会的时间，一口气儿弹完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全部5部钢琴协奏曲。这是什么概念？通俗点讲，这相当于让你用100米冲刺的速度跑完一整场马拉松，或者说让你在拳击台上连续迎战5个泰森，中间只给你喝口水的机会。要知道，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那是出了名的费手，那是大块大块的和弦，是反人类的跨度，是需要把手指头掰断了揉碎了才能构筑出来的宏大音墙。历史上还没哪个钢琴家敢这么玩命，更别说是一个女钢琴家。一位法国钢琴家曾断言，钢琴对体力的变态要求注定它不属于女性。那一天，王羽佳就把这句话连同那个法国人的傲慢一起踩得粉碎。整整4个半小时，在那4个半小时里，王羽佳就像一个不知疲惫的永动机，你看得见他后背随着发力而暴起的肌肉线条，那是经年累月在琴房里被正午12点的烈日炙烤出来的痕迹。当最后一个音符像惊雷一样在音乐厅炸响，全场静默了3秒，紧接着是山呼海啸般的尖叫。指挥家雅尼克，那个见过无数大场面的男人，直接当着几千人的面扑通一声给王羽佳跪下了，是真的跪了，五体投地的那种。那一刻，什么裙子短不短，什么妆容浓不浓，什么是不是女版朗朗，通通都成了废话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所有的偏见都是笑话。别的演奏家鞠躬那是优雅点头含蓄致意，王羽佳鞠躬是著名的折叠式鞠躬，他会踩着那个恨天高，猛把身体对折90度甚至更低，头都快撞到膝盖了，然后再猛地弹回来，那个力度，那个速度，干净利落，带着一股子独属于王羽佳的狠劲儿。在那个充满标签的时代，王羽佳是个异类。他用最性感的装扮干着最苦力的活，他用最瘦小的身躯爆发着最恐怖的能量。他不需要谁的认可，也不需要谁的膝盖，他只需要那台钢琴和那个属于他自己的舞台。说到底，王羽佳最牛的地方不是他的快，也不是他的准，而是他活成了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古典乐坛的虚伪，照出了评论家的傲慢，也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个渴望
望打破规则，渴望肆意生长的自己。就像那一晚在卡内基音乐厅，当他穿着那件闪闪发光的短裙，在拉赫玛尼诺夫的旋律里狂奔时，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师妹，不再是任何人的女儿，他只是王雨佳，一个独自站在山巅享受着烈日与狂风的自由的灵魂。